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夏妈。今天呢，又跟大家来分享一期馒头的做法，保证大家蒸出来的馒头个个都松软，而且又白皙。这里呢没有任何的添加剂，大家也吃得放心。这个皮都可以撕下来，也非常的松软。首先准备500克面粉，我用的牌子是伍德利的，大家去参考一下。在中间呢挖个洞，倒入酵母5克，用温水把酵母给它化开。250毫升的温水分次倒入，搅拌成面絮状，之后再加入1勺猪油，和面加上它的话呢，蒸出来的包子比较香软。揉成这种软硬适中的面团。面团揉好后，不用去发酵，也就是这里不用提前发面，给它移到案板上面，揉搓一些干面粉进去，也就是炝面。再给它分成同等面积，分好的小面积，揉搓一些干面粉进去，也就是炝面。这样做出来的馒头呢，非常的紧实有嚼劲。再给它搓成圆球，收尾捏紧，像这个样子就可以了。再依次放入蒸笼里面，全部整理好的馒头剂子进行一次发酵。这里发酵的时间呢，要根据当地的温度，我这边的话呢，大概是3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。可以看到体积明显变大，非常的蓬松，就可以拿去上锅蒸。热水上锅，开大火蒸15分钟。蒸好后关火焖3到5分钟，稳固一下地形，避免冷空气进入，热胀冷缩，形成一个塌陷的现象。表面有这种现象的话呢，揉面的话呢是没有揉到位的，然后呢会有一些水滴滴落，也会形成这种现象。无论用的是1次发酵还是2次发酵，入锅前的状态一定是要发酵好的。如果发酵不到位，蒸出来的话呢就会不蓬松，然后呢也会变硬。自己在家动手做出来的馒头，真的会比外面买的要好吃很多。第一有成就感，第二的话呢，用料也放心。吃不完的话呢，放到保鲜袋里面密封储存，防止表面风干形成硬化。第2天的话呢，也是非常松软的。喜欢呢可以试一下。300克面粉，1勺盐，用冷水150毫升分次加入面粉里面，搅拌成面絮状无干粉的状态，加入食用油30毫升，揉成比较软的面团。今天做的是早餐饼，这个面团会比较软一点。表面抹上1层油，盖上保鲜膜，醒30分钟。趁洗面的时间，快速剁个肉馅，加入一点葱花、食用盐、胡椒粉、酱油，给它搅和搅和，放进冰箱让它冷静冷静。醒好的面团直接放在案板上面，记得抹上1层油，撑开后分成同等份的剂子，上下擀开。冷静好的肉馅铺在上方，从上面卷下去，一边卷一边搓，搓成一个长条，从一端慢慢卷起，形成一个漩涡状。电饼趁预热，刷上1层油，把做好的肉饼放上去，表面刷上1层冷油，这样可以锁住水分。开中火，盖上盖子，焖5分钟。翻个面后，再盖上盖子，焖5分钟。之后不停地翻面，烙到表面金黄即可出锅。简单又快速的早餐肉饼就做好了，外酥里嫩，每一口都有肉馅，喜欢大家可以试一下。我是夏妈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全国各地早餐地图不能没有湖南。吃包子，那就试一下这种菜包子，各种炒菜都能当做馅料。我们在家里面先来和一个发面团，就基础配方面粉加酵母和清水，用筷子搅拌成大的面絮状，没有多少的干面粉，再用手
揉成面团。菜包子的馅基本上都是熟馅，也就是各种炒菜。第一个是经典口味的辣椒炒肉，用的是螺丝椒，五花肉、肥肉跟瘦肉要分开。先把肥肉放进锅里面，炸出猪油，稍微煸干以后再放入瘦肉，翻炒到肉变色，加入姜蒜、酱油，翻炒均匀，最后再加入辣椒，食用盐。这里炒出我们的辣椒香以后，出锅之前加入鸡精、葱花跟豆豉，翻炒2下，蘸辣椒炒肉的经典馅就搞定了。这也太香了吧，忍住不要吃。第二个经典的馅料就是粉丝馅，准备1块老豆腐，还有2小把的浓口粉丝，用开水烫软，再把它剪碎。烫过的豆腐去掉了豆腥味，掰碎后淋上酱油，1小把的葱花，1大勺肉末，再倒入一点辣椒粉，用热油激发香味，撒点食用盐、鸡精、五香粉，抓捏均匀。粉丝上能裹上豆腐碎、肉末碎，有点像蚂蚁上树，吃起来也很香。第三个就是榨菜肉末，就比较简单了，稍微过一下油就可以啦。还有是湖南比较经典的干菜包，也就是外婆菜炒制而成。4种馅料全部炒好后，就可以开始包馅。把我们之前揉的发面团侧成长条，切成小剂子，擀成面皮，就可以包入各种菜馅了。其实不管是这4种还是其他的菜都可以包进去。收口捏合后，在里面放上一些菜碎，这样就可以知道里面是什么馅料了。稍微整理一下，全部搞定。包好的包子不要上锅哦，这里还需要再进行最后一步。等这个面皮再次膨胀起来，你可以看起来拿起来是轻飘飘的，按捏是能够反弹的，就代表里面已经有发酵气体了。放到蒸屉上面，水开上锅，大火蒸上7分钟，只要把外面的面皮蒸熟就搞定啦。里面的菜都是熟馅，各种滋味的菜馅包，吃起来真的是多滋多味，咸辣开胃。松软的面皮裹上油香的菜馅，真的很好吃。如果你也想吃，可以点赞收藏起来，在家里面试一下。喜欢我的视频记得关注我，我是夏妈，下次再见。大家好，我是夏妈，今天用糯米和面粉来做一个南方的特色早餐，喜欢呢大家可以试一下。泡好的糯米放入蒸笼里面，隔水蒸10分钟，这种半熟的状态就可以了。在里面加一点盐、生抽、五香粉，最后再加一点猪油，搅拌均匀备用。300克中筋面粉，加入150毫升的冷水和成面团。之后呢，撒上干粉，搓成跟擀面杖大小的长条，切成大小均匀的面剂。再给它擀成薄一点的面皮。把之前拌好的糯米馅包进去，上锅蒸25分钟。在我们的早餐店的话呢，除了包子和馒头之外，还有这种烧麦，1块5一个，喜欢呢大家可以试一下。我是夏妈，下期再见。大家好，我是夏妈，今天分享葱油花卷的做法，葱香味十足，松软层次多。250毫升清水，5克酵母，10克白糖，先液体搅拌，让酵母化开，提高活性。加入500克普通面粉。先用筷子搅拌，让面粉和液体融合。没有干粉，再下手揉面，这样就不会粘手。平常如果想要做到3光、盆光、手光、面光，一边揉面的时候，就要一边刮带盆边的面粉。整个过程2到3分钟，这样面团就揉好了。盖上盖子，先松弛10分钟。
再来准备馅料，香葱去掉根白，切成葱花，放入碗中，淋入热油，加2勺熟芝麻增香，1勺盐调味。这样调制出来的葱花激化葱香，更有滋味，搅匀备用。面团松弛10分钟后拿出来揉，这里只需要揉10下就会很光滑细腻。今天我们用的是后发酵法，一次发酵到位，减少失败。撒一点点干面粉，用擀面杖擀成面片。做花卷也不需要擀得太薄，如果太薄没有发酵的空间，蒸出来呢也容易成死面。像这个厚度还可以再擀薄一点就可以了。把之前准备好的葱油芝麻刷上去，油少刷，多刷点葱花，往上对折，再对折覆盖，拉开，用手拍紧贴合，切成3厘米宽度。2个叠放，中间用筷子压一下，拉开，用筷子往内翻一圈，轻压定型。这个动作简单又好看，基础的花卷哦。慢动作我们再来一遍。筷子压好后，两边的拇指压住中间，拉长一点，筷子压在下面，两端收一边，筷子往自己的方向转一圈，收口放在下面，压下去定型。这样花卷就做好啦。下面垫上油纸，放蒸笼里面开始发酵。我是放到烤箱35度，发酵的30分钟，看到体积变大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水开，上锅大火蒸10分钟。等热气散了后，再揭开盖子，一打开，葱香味扑鼻，真的好香啊！花卷呢也非常蓬松，一次发酵到位，大家可以放心做，不会失败。如果家里有小苏打，可以在葱花里面加一点，这样蒸出来的颜色不会变色，更加好看。今天做的是大花卷，早上吃上1个就饱了。每一层都非常绵软，可以撕开吃。如果你也喜欢，可以在家试一下哦。喜欢我的视频，别忘了关注我。感谢大家观看，我是夏妈，下期再见。对于早餐这个事儿，能够提前准备好，我一般都不会早起。今天我们来做辣白菜的大蒸饺，这个馅料吃起来提味也方便。我们先来准备猪肉，像这种前腿肉吃起来有嚼劲，肉质也够鲜嫩。去皮后切成片，加一点葱姜去腥，然后剁成这种有颗粒的肉末，放入碗中备用。再来准备一些辣白菜，给它剁碎。这种发酵过后的风味是酸甜口，也不会特别辣，小朋友也能吃。粉条是很吸味的，也可以准备一些，剁碎后直接放入肉馅里面，再加入1块老豆腐，1勺盐，1勺鸡精，再来一点胡椒粉，淋上2-3圈的生抽，挤上一点蚝油就可以了。我们戴上手套，把豆腐跟肉馅粉条给它抓捏均匀，再加入辣白菜，顺着一个方向搅拌3-5分钟，将辣白菜的大蒸饺馅料就搞定了。先放到冰箱冷藏一会儿。再来准备2块钱的这种现成的饺子皮。普通蒸饺和大蒸饺的区别可能就是这2下了，我们用擀面杖给它来回的擀上2遍，你可以看一下，这样的区别就一目了然了。皮还是那张皮，它只是变得薄一些。我们放入馅料，周围一定要抹上1圈清水。买来的饺子皮里面含有淀粉，粘合度不高，抹点清水更能粘牢。我们给它捏合后，用手像这样子搓上几下，花纹更明显，也更牢固，这样就不会露馅了。一个大蒸饺就全部搞定了，放到冰箱去冷冻，1个星期可以吃上3-4顿了。这些面点都可以提前准备好，那么早上就只需要花上几分钟时间，烧锅水蒸上几分钟，这样1份大蒸饺就搞定啦。蒸煮的同时还可以煮几个鸡蛋，1份标准的营养早餐，吃上2-3个就管饱了。皮薄馅多，肉香中能够感受到豆腐的滑嫩，然后还有 Q 弹的粉条，开胃的辣白菜，这一口下去真的超满足。如果你也喜欢，记得点赞收藏起来去试一下。我是夏妈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大家好，我的夏妈。早餐都喜欢吃面食，特别是我们家楼下的一家面饼店，这种香酥芝麻饼天天都要排队。今天我们自己在家做，外皮酥脆，里面松软。用到的面粉就是家里面包饺子做包子的这种普通面粉，加入酵母、泡打粉，再加一点白糖，冬天更好发酵。
加水拌成面絮，再倒上一点食用油，下手给它揉成光滑的面团，盖上保鲜膜，开始发酵。接下来里面的油酥，我准备的是葱油酥，葱白不要，我们只要这种青葱，给它切成小块，放进小碗里面，加上一点五香粉，再来一点食用盐，2勺面粉，泼上2到3次的熟油，给它搅拌均匀，成这种比较稀稠一点的葱油酥就可以了。冬天发面确实够慢，我这里大概用了1个多小时才发好。发好的面团我们移到案板上面稍微揉搓排气，分成2份，1份用烤箱，1份用平底锅，用擀面杖给它擀开，擀成薄一点的面皮，像这种长条的，在上面铺上我们之前做好的葱油酥，每个地方都涂到，叠被子总会吧，就像这样子对折，周边捏紧，横着再次擀开后再抹上1次油酥，对折1次就搞定了，里面的层次就够多。最后周边捏紧，表面擀开，撒上一点黑白芝麻增香，烤盘底下抹上食用油，放上去，用刮刀压出印纹，这样到时候烤熟后就方便分开了。静置20-30分钟，等到发起来才放进去烤。另外1份如果没有烤箱，同样的方法，2次发酵好后，我们放到平底锅里面，用小火慢煎，盖上盖子焖个2到3分钟，你可以看到它发起来了以后再翻面，再焖上2到3分钟，反复2次，你按压反弹了，基本上里面已经熟透了。煎的过程中你不要开最大火，然后不要给它煎焦了，其他问题不大，外表酥酥脆脆，里面咸香好吃。烤箱的话呢也已经出锅了，感觉起来的话呢2种对比，可能烤箱的话呢更加干脆，平底锅油煎的更香酥，感觉还是平底锅煎的好吃。如果你也喜欢，可以点赞收藏起来去试一下。我是夏妈，下次再见。大家好，我是夏妈。今天我们用糯米来做一期手工的红糖夹心糍粑糕，超级好吃哦。首先准备2斤糯米，我今天用的是这种圆糯米，长糯米也是可以的。先用水搓洗干净，加水泡1个小时以上，吸饱水分更容易蒸熟。放进木桶里面，没有的话呢也可以用蒸锅，在上面用手指抠几个洞，方便上气。水开上锅蒸45分钟以上。蒸熟后的糯米像这样子，颗粒分明，不夹生。倒在桌面上面，记得要铺上耐高温的保鲜膜，用筷子摊开散热，再戴上手套揉搓15分钟。只要水分不多，就和揉面团一样。如果沾手的话呢，就加一点油。盖上保鲜膜，防止风干硬化。接下来准备馅料：熟芝麻150克，捣碎，倒入碗中，加入30克红糖、20克白糖，适量的猪油，抓捏均匀，有一些滋润感就可以啦。揪一小块糯米团子，团个窝窝状，捏开，再包入芝麻红糖馅，压紧，再收口，捏合团圆就可以了。馅料的话呢没有规定，你想吃啥就包啥，你就是包点熟肉馅进去也是可以的。预热平底锅，刷上1层油，再放入糯米糍粑，中小火慢慢烙。如果家里有炭火的话呢，用火烤出来更加好吃。烙到表皮定型就翻面，直到有全部这种脆皮就可以出锅。纯手工做的夹心糯米糍粑就搞定了，它里面还带有一些糯米的颗粒，吃起来嚼劲更足。掰开，馅料流心，软糯好吃，还带有一些拉丝。每年年底都是糍粑和年糕的节气，想吃吗？想吃的话呢，就收藏起来试一下吧。今天就分享到这里，喜欢我的视频记得关注我哦，我们下次再见。大家好，我是夏妈。如果说年底想要吃馋嘴小零食，那么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这种猫耳朵，在家里面用红糖和面粉就能轻松做出来，口感酥脆香甜，大家也可以试一下。这种酥脆小花片，每家每户过年都会备上一点。自己在家做，我们首先要准备2种不同颜色的糖水，用热水化开，然后加入一点酱油增加颜色，倒入食用油，等到水温不烫手，就可以倒入低筋面粉，搅拌成面絮状，揉成软硬适中的面团。这2个面团，红糖跟白糖的都是不需要发酵，但是我们需要用保鲜膜包起来，松弛15到20分钟，然后再用擀面杖就能够轻松的擀开，延展性够好，就不费力了。
2个面团擀的大小都要差不多，而且尽量可以擀薄一点，这样层次更多。白色面团喷点清水，把红糖的覆盖在上面，用擀面杖压一压，防止里面有空隙，然后在红糖上面研抹一点清水，就可以卷起来了。卷的时候尽量卷紧实，然后再给它搓长搓细，分成3段，里面的螺旋状就是猫耳朵最终的形状。这个时候面团是软的，不方便切片，可以包上保鲜膜，放到冰箱去冷冻2个小时左右。这个时间可以让面团稍微冻硬，在切的时候不会变形，保持这种旋螺的形状。再按自己的刀工，能切多薄就切多薄，切一片再挪个位置，再切一片，这样就不会粘连在一起。油温5到6成热，丢进去后能够迅速浮起来。这个炸制过程也非常简单，只需要1分多钟。你可以看到面片从软到硬，水分没有了，就可以捞出来了。稍微控干油分，我这里只切了一半，还有一半都没有切好，所以可以看得出来，真的是1斤面粉可以做出很多成品出来，口感和外面买的几乎是一模一样。自己做的更大块，口感也更香脆。这个就是原味甜口的，如果想要吃咸口，就把红糖水换成盐水，加一点花椒。如果你也喜欢吃这种年货小零食，可以把这个视频点赞收藏起来，在家里面去试一下，做好后用袋子装起来就可以啦。今天就分享到这里，喜欢我的视频记得关注我哦，我是夏妈，下次再见。大家好，我是夏妈，今天分享一款包子的新吃法。我们准备2碗普通面粉，温水里面加入2克酵母，搅拌开，再分次倒入面粉里面，搅拌成这种絮状，然后手揉成团，盖住醒30分钟。盆里面加入死命剁的肉馅、葱花，加入盐、老抽、13香、胡椒粉、葱姜水，再用你洗干净的小手抓均匀，再加入骨汤，摔打上劲，最后加入淀粉，盖住保鲜膜放冰箱备用。处理好肉馅，我们来处理面团，经过30分钟，体积有些许变大，再撒干粉，揉搓几下，用擀面杖给它擀开，擀到这个程度就差不多了。刚刚瓦面粉的盖子我们用来压圆片，这个小方法适合懒人做，特别方便。再把边缘揉搓一下，进行同样的步骤，擀出圆片。包好的包子直接放入平底锅内，案板上的面粉我们取一点放入碗中，加入水，搅拌成面糊水，再倒入平底锅里面。倒入食用油，等水煮开的时候，我们盖上盖子，转小火焖煮25分钟。出锅撒黑芝麻、葱花，再倒入碗中。没扣好，不用特意发面，不用蒸的水煎包就做好了，底部脆香，松软可口，喜欢大家可以试一下。我是夏妈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大家好，我是夏妈。早餐一般都是面食比较多，上一期做的那个馒头卷已经吃完了，今天就做了一点香葱的肉包子，又多汁又鲜嫩，可以去试一下。之前看挺多朋友觉得我买的肉不错，我一般是比较早去买的哈，早上的肉都比较新鲜，而且你也不要去那种有灯照的地方，就是自然光底下能够看到肉的本色，
你这个肉就能够看到好坏了。然后这里去掉皮以后，给它切成一个小块，我用的是前腿肉，大概1斤多哈，用绞肉机放进去以后，直接给它搅成肉末就可以了。肥瘦比例就是3肥7瘦，做包子一定要有点油脂才够香，然后才会爆汁。再来磨上一点姜蓉，这个是我的一个新的伙伴，就是用水冲一下就干净了，也蛮方便的。刚好就是姜汁，加上一点盐，再来一点白糖跟味精，撒上一点胡椒粉，挤上蚝油汁，再来一点生抽，老抽也来一点，就是上个颜色好看一些。最后加上一点花生油或者是芝麻油，给它搅拌均匀，就是把这些调料给它和匀就行了。反正都是家常的食材嘛，你给它往一个方向搅拌大概3-5分钟。再多切一点香葱，我这里大概是有50克的，直接加进去给它搅拌均匀，这个肉馅就调好了。现在肉泥比较软嘛，你可以放到冰箱去冷冻，就是冻个2个小时以上它都不会变硬，它只是说会稍微的硬一点，包的时候就容易。做吃的就不要着急，你先休息一会儿，你觉得冻的差不多了再来和面。1斤的普通面粉就挖个洞，中间倒入5克的酵母，再从中间倒入清水260毫升的常温水就行了，刚好酵母就可以冲开，再给它用筷子搅拌成面絮状，搅到像这样子，底部没有什么干面粉了，然后面粉和水都已经成这种面絮状了就可以了。然后加入1勺猪油，你可以不加，然后再加上1小勺的食用盐，给它怼成一个面团哈。猪油你可以换成食用油，因为加了油整个面团是偏软的，而且也不粘手。像这样给它怼成一个面团。因为最近我的手部受伤了，其实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肌腱炎，经常关节疼痛，然后我去看了一下，就是那个什么关三角什么撕裂哈，就是这样子的，所以最近都是贴的药膏，也希望大家用手一定要注意。怼成面团了以后，就移到案板上面多揉一会儿，像这样子偏软的稍微光滑一下你就可以了。然后扭麻花一样给它搓成长条，分成2段，再切成大小一致的面剂子，再把每个面剂子搓圆按扁。我今天用的这个面粉还蛮好的，好像是香满园的吧。然后的话呢，就是3块5一斤，然后给它按成饼状，包入我们这些冷冻好的馅料。你看它这种不是软的嘛，就比较硬挺一点了。然后包进去以后收口捏合，多余出来的把它揪掉就行了。然后只要不露馅，然后把那个小尾巴收进去，像这样子，光滑的一面朝上。家里有没有这种刮板？有刮板就用刮板。这个方法就是不会捏褶花的朋友可以试用一下，比较方便。你像这样子按压出来的花纹，没有刮板就用这种水果刀背，刮出来的话呢，就有点像外面那种速冻包子，也是蛮好看的，又省事儿。就我觉得进厨房是一定要自己开心随意自在的，不一定说要强迫自己完成的多美好，因为在前面的这种准备的工作中，你已经消耗了大量的时间，就是选择自己喜欢的，然后又觉得还可以满意的状态就行了。还有精力你就可以挑战一下捏褶花，因为这个的话呢，其实对于会的人来说就比较简单，不会的话呢，就是你捏出来就是完全不一样的状态。拇指不动，动的就是你的食指跟你的那个左手，就是一直转，把它拉一下，这样一个家庭的手工包子。还有一种方法是比较简单的，你可以看一下我的手法哈，就是这个包子你就斜着放，然后你的手你像这样子转着哈，转着捏。你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左手是一直都在转的，然后食指往前面拉，拇指是不动的。斜着包出来的包子我觉得是比较适用一点的，我经常这样子包，又快，然后包出来的话呢，样子也还可以，像一个手工包子就做好了。然后稍微的整理一下，是不是还不算特别难看？这2种方法你都可以去试一下，一种是开口的手工包子，一种是用刀划出来的刀工包子，就是这2种你就全部包好了，然后划好了就放到蒸笼上面间隔摆放，让它这样子静置等待20到35分钟左右哈，时间不固定，因为广东的朋友可能发酵的会比较快一点。只要看到它胖起来了，然后拿起来按捏它，像这样子回弹，然后胖嘟嘟的就可以了，这样就发酵好了。这个刀工的印划有点浅了哈，你们可以划得重一点，就是开水上锅蒸上15到20分钟，焖上几分钟再揭开盖子，这样我们的早餐香葱肉包子就出锅了，很香很好吃的，你们一定要去试一下。一次发酵出来的面皮也很松软细腻，管它是手工还是刀工，只要这个包子好吃又好看就行了。
然后这种开口的手工包子，你掰开，虽然看不到汤汁，但是面皮上面的那种肉质真的很香，稍微挤一下你就能知道这种油脂了。现实的话呢，就是你一口咬下去，鲜嫩多汁，超级好吃。一出锅我就吃了好几个，就是这种葱香味十足。如果你也喜欢吃这种肉包子，可以把这个视频点赞收藏起来，在家里面去尝试一下。今天就分享到这里，我是夏妈，我们下次再见。